修行之经，我王林之命，岂能握在别人手中？听完司徒南关于修心之经的讲解后，王林要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王林决定要把修心之经上自己鱼饵的命魂取出，只要命魂取回，他就计划离开这战乱的朱雀星，前去寻找天运子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还需要做一些准备。10亿尊魂幡威力下降，要再去一趟域外战场，收集游魂，看看能否补充。若是可以的话，我就抓几头吞魂，使之成为主魂。到那时，尊魂幡的威力应该会恢复。还有当年从巨魔族老祖身上得到的那个装血的小瓶子，本尊在月星修炼，此物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可以凭此施展古神神通。当年赵国石英宗内的那求救之人，恐怕就是巨魔族当年的先祖。我去那里，看看能否多弄一些血液回来。可惜本尊达到4星所需的灵力庞大的无法想象，而且除了灵力之外，还需要一道成年的古神之气，此物不好弄。古神一族中3星升4星是一道关卡，一旦突破，根据图斯的记忆所录，应该相当于问鼎修士。古神之地内的拓森也是一个大麻烦，此人若是能离开古神之地，第一个就会来找我。以现在的修为，即便加上本尊，也无法抵抗拓森，甚至司徒南也出手，恐怕结果依然。毕竟这拓森继承了图斯的力之传承，图斯当年最巅峰时达到了8星，毁灭星球只在一掌之下。王林眉头紧皱，拓森一直是他心中的刺，他之所以急迫地想要离开朱雀星，拓森便是原因之一。楚国也要回去一趟，把周如送回家。王林一路飞行，目光闪动，身子一转，改变方向，向楚国飞去。一路之上，天空几乎被黑雾笼罩，在那黑雾之中，全部都是仙夷族人，他们随着黑雾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朱雀大陆飞行而去。王林看得越多，内心便越是阴沉。他虽然恨朱雀子，但他毕竟是修士的一员，一路上他斩杀无数仙夷族人，可惜仙夷族之人太多，他最终不得不放弃，隐藏身形，向着楚国急速飞去。大地之上，3级以下修真国绝大部分已经沦陷，要么灭国，要么成为仙夷族附庸。整个朱雀星所有的仙夷族人，此刻均都是从4面8方凝聚，与朱雀大陆的第2次大战展开。在仙夷族向朱雀大陆凝聚的过程中，一路所遇修真国，无论何种等级，均都受到进攻，大量的4级修真国沦陷。整个朱雀星此刻沉浸在了血腥之内。在朱雀星上，修士的身影越来越少，天空几乎整日都是黑雾滚滚。仙夷族沉寂了数万年的大爆发，终于在朱雀星上全范围的展开。朱雀国方面面对仙夷族的第2次大范围进攻，立刻展开了激烈的反击。前锋被任命为此次战争的指挥者，一切本土修士必须要听从此人之命。大量的修士被派出各个地方与仙夷族大战，每一个5级修真国自成一个战场，整个朱雀星在这次战争中几乎都要颤抖崩溃。只是朱雀国方面抵抗之力不够，在仙夷族的进攻下节节败退，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修士战死。与此同时，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从一些逃难的朱雀星修士口中流传开来：5级修真国水墨国整个所有宗派全部叛变，5级修真国牡丹国全部叛变，5级修真国秦国全部叛变。3个5级修真国的叛变，就好似迎面打在了朱雀国身上的3个重拳，立刻使得本就节节败退的朱雀国方面立刻溃散。最终，朱雀国不得不把防线缩至朱雀大陆，最为最后的防守。但就在此刻，一则更为轰动的消息传出，这个消息立刻席卷朱雀星，使得朱雀国此刻的剩余修士立刻心神俱震。这一代朱雀子的师弟，当年与其竞争朱雀称号失败的云雀子出现了。他是在一场朱雀子参与的大战中突然现身，偷袭朱雀子，使得朱雀子身受重伤。云雀子的身份赫然就是仙夷族的2祖。王林是在回楚国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内心的震惊无法言语。他有种预感，云雀子一定会找自己。不过有一人却是在云雀子之前找到了王林。这一日，王林开启了一座古传送阵，此阵传送的方向正是楚国。在迈入阵法的瞬间，王林神色一动，转过身遥望远处，天边一个头戴草帽、散发金芒的大汉一步一步缓缓走来。王兄，一别多年，可还记得在下？那大汉在王林10丈外停步，摘下草帽。朱雀大陆东部，天狱宗问鼎老怪楚云飞此刻面色难看，他之前受到祖灵术冲击，体内留下伤患，被他强行压下。随后仙夷族大战爆发，他几乎没有任何休息，便立刻加入到了战争之中。3天前的一战，仙夷族的5祖再次出现，2人斗法，楚云飞伤势爆发，不敌之下立刻逃走，向着天狱宗赶去。他已经决定了，在伤势没有恢复之前，绝不再帮朱雀子。大不了老夫离开这朱雀星，以老夫的修为，在任何一个修真星上
都可以成为一方强者。眼看天狱宗在望，楚云飞忽然神色一动，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向远处。远处天边走来一人，此人身穿一袭红衣，面容古色，透出一丝沧桑之气，全身散发出阵阵强大的威压。他在楚云飞20丈外停下，望着楚云飞：“楚兄，多年未见，风采依旧。”楚云飞目光一凝，看向此人，说道：“云雀子。”红衣老者抬头长叹，说道：“原来楚兄还记得在下。罢了，楚兄，老夫今日来此，是想劝你一句，离开朱雀星。”此刻的云雀子再无往昔半点邋遢之色。楚云飞目光寒芒一闪，缓缓说道：“此话何意？”云雀子望着楚云飞，摇头道：“你走吧，以你的修为，不是我的敌手。况且你已受伤，楚兄，1000年之内莫要回来。”楚云飞眼中寒芒更浓，说道：“若是在下不同意呢？”云雀子轻叹，右手一挥，一块黑幕从他手中抛出，在虚空之中砰的一下化作黑雾。与此同时，一道金光闪烁中，顿时一股滔天的气息呼啸而出，一个虚幻之影蓦然间自金芒内幻化，一闪之下来到了楚云飞身前，右手轻轻向前一拍。楚云飞面色一变，身子立刻后退，同时左手掐诀，一挥间仙力顿时凝聚在身前。但那拍来的手掌却是直接穿透了仙力，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按在了楚云飞的胸口。楚云飞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子暴退，转眼间向着天边疾驰。“云雀子，老夫离开朱雀星。”楚云飞的声音徐徐传来，带着一丝没落。“为何阻止我杀他？”那虚幻之影转过身看向云雀子，云雀子神色平静，看了那虚幻之影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一出手，朱雀子便可察觉。走吧。”说着，他身子一闪，与那虚幻之影一同消失在了原地。他们几乎刚一离开，天际之中顿时出现一大片红芒，好似火烧云一般席卷而来。转眼间，那些云层化作朱雀子的身影。“云雀，出来！”朱雀子双目露出愤怒，猛地大吼起来，他的声音立刻四下浩荡而出，扩散开来。“师兄，你我一战必不可免，念在1000年同门之意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疗伤，3个月后我们朱雀山下一决胜负。”云雀子的声音缓缓地从虚无之中散来。朱雀子深吸口气，目光阴沉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知道你的目的，云雀，你是在玩火。”他身子一闪，消失在了原地。朱雀大陆某处虚空，云雀子的身影慢慢出现，那虚幻之影在他身旁，平淡地说道：“为什么给他3个月的时间？要杀这朱雀，不用等那么久。”云雀子看向那虚幻之影，说道：“仙夷族，算我在内，有3个9叶束咒师，1个10叶束咒师，还有你11叶束咒师，以我5人的实力，杀这朱雀不难。另外，轮回祖灵术虽说只有2颗成功，但也会在月内降临2个10叶祖灵。我们7人杀朱雀更是简单，只是这朱雀现在不能杀。”那虚幻之影沉默，少顷之后说道：“你在修士中的时间太长，已经忘记了本源，可还记得当年牺牲了多少族人才把你送进朱雀国吗？”云雀子目光一凝，冷笑道：“一祖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不要小瞧朱雀子。朱雀子有修心之精，虽说此物被2代朱雀封印，但这数万年来，历代朱雀都一直在研究破解之法，尤其是上一代朱雀，更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。以我对这一代朱雀子的了解，我们若是杀他，他临死之前一定会毁灭修精之心，把整个朱雀星所有修士全部毁灭。到了那时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修真联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派人来探查。你莫非以为我仙夷族可以对抗修真联盟不成？”那虚幻之影沉默，若是按照我的方法，培养几人成为下一代朱雀子，慢慢架空之下，我仙夷族才可永远的存在下去，这才是最好的方法。可虚祖大人太过急切，使得你们提前出现，把我的布置都破坏了。云雀子面色阴沉，就连我的身份也在你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显露，以此证明我仍然是仙夷族之人。这一切实际上在我看来非常无趣。一祖若想让我仙夷族可以永久的住在朱雀星上，必须要得到修心之精，让我培养之人成为下一代朱雀子，从而使得我仙夷族间接操控了所有修士。我已经有了4个人选，若非你们提前出来，用不了几10年，这一切都可成功。我无数年来布置的局面，生生让你们摧毁。那朱雀子选择的2个接班人，一为钱锋，一为柳眉。那钱锋修炼的是朱雀诀，我怀疑他是朱雀子为自己准备的夺舍之物。历代朱雀子都在研究如何可以以夺舍的方法使得寿元增加，想必在这一代朱雀子身上，这个方法已经有了。所以我找到了第2个人选，子欣。只要朱雀子夺舍钱锋，那么最终定会成全此女。即便是我的怀疑出错，朱雀子是真的想把钱锋培养成为朱雀子，那么在此子成为朱雀后，也必不可免的成全了子欣。我选的第3个人是周武泰，
此子身有青龙血脉，在他的体内，我能感受到远古青龙一族的延续。看在当年青龙一族曾帮助过我仙夷族的份上，我把他定为下一代朱雀的候选之一。为了他，我去了4派联盟，他是我用来对应柳眉之人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在4派联盟，我遇到了一个叫做王林的修士。此子天资平庸，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但他居然感悟到了生死轮回意境，这才引起我的注意。心血来潮之下，把他定为第4个候选者。原本也没太留意此人，但这王林后续的发展却是让我大吃一惊。仙界之行斩红蝶一臂，回朱雀星后修为一路飙升，更是引起了朱雀子的注意。炼魂宗的遁天也是把此人当成嫡传，传承10亿尊魂幡，而且此人身上蕴含了太多的秘密，有些时候就连我都看不透。最终我把他定位成我朱雀计划的执行者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依然还是执行者，也是我朱雀计划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。云雀子平缓地说道。虚幻之影沉默少许，抬头看向云雀子，目露寒芒，说道：“这些解释还是不够。”云雀子双眼一凝，说道：“修心之精的力量，我不知对我仙夷族有没有影响。一旦有影响，那么这几万年来诞生的族人，随着修心之精破碎，会立刻死亡。你与我，谁也逃不过。这个解释够吗？”虚幻之影再次沉默，许久之后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你选择的第一人是谁？”云雀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当执行者完成了我的计划之后，若无意外，我选择的这个第一人会成为下一代朱雀子。为什么给朱雀子3个月？”那虚幻之影最后问道。“因为我要等他祭献修心之精。老夫不出手则已，出手便绝不会给朱雀子半点机会。”去楚国的最后一个古传送阵旁，王林望着眼前摘下草帽的大汉，内心一动，但表面却是没有半点波澜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久不见，周兄。”那大汉把草帽放在一旁，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抹，立刻拿出一张桌子，在桌子上还有2个酒杯。他笑道：“王兄，周某有些馋酒了，你当年的酒可还有？”王林目光微不可察的闪动，看了那草帽一眼，一拍储物袋，手里多了一个青瓷酒壶。望着酒壶，大牛的身影在其脑中闪过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储物袋的酒只有不到10壶。把酒放在桌子上，王林坐在一旁，倒了一杯，一口喝干。周武泰嘿嘿一笑，拿起酒壶倒满杯子，抿了一口，叹道：“酒还是当年的酒，人还是当年的人，可惜岁月流逝，你我的心态却是早就变迁。故人云物是人非，在我看来，你我现在却是人是物非。”王林沉默，拿着酒杯，没有说话。“王兄，你就不好奇，为何我没死吗？当年你从我身上把鱼鼎摸走，周某到现在可还一直记得。”周武泰似笑非笑地望着王林。王林神色如常，说道：“与其便宜了红蝶，我想即便在下不娶，周兄也会有所选择。”周武泰哈哈一笑，又倒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过去的事情不提了，王兄的威名，这些年来在朱雀星上可是声名赫赫，为此周某敬你一杯。”王林含笑，拿起酒杯，倒上酒后一口喝尽。周武泰目光一闪，说道：“王兄，周某再敬你一杯，这第2杯是谢你封印雪域国，杀了李元丰。”他说完，把酒喝下。2杯之后，2人之间忽然沉默下来。少顷，周武泰抬头看向远处，缓缓说道：“王林，前辈让你去找他，他教你使用云雀帽的真正方法。”在看到周武泰戴草帽而来的瞬间，王林便已经猜到，这周武泰与云雀子有关系。以这些年王林的分析，云雀子的草帽不会轻易送人。这周武泰没死的原因，在看到草帽的一刻，王林也明白了。“告诉云雀子，我不会去找他。”王林平淡地说道。周武泰眼露复杂之色，说道：“王兄，你我都是棋子，据我所知，前辈的草帽送给了4个人，还有一个你应该认识，他叫子欣。”王林目光一闪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周武泰摇头，站起身子，把酒壶抓在手中，脸上露出一丝没落，说道：“王兄，这半壶酒送我可好？”“王兄，此玉简内记录了柳眉的意境，前辈让我给你送来，我知道他有其目的，看与不看，你自行选择。”周武泰离开了，拿着半壶酒，留下了一枚玉简。王林沉默少顷，拿起玉简，神识一扫，随之时间的度过，他的面色渐渐阴沉起来。柳眉的意境千幻无情道，在众多有情的掩饰下，蕴含着一颗无情的心，这一点我当年便已经有所察觉。这柳眉若是再来惹我，我也有方法破去他的意境。王林双指一捏，玉简碎裂，他站起身子，走进古传送阵，开启阵法，消失在了此地。楚国是距离仙夷族最近的地方，在这里，仙夷族之人自然极多。楚国的云天宗早在多年前仙夷族刚刚出现时便已经沦陷，成为了仙夷族的附庸存在。
宗内所有修士体内都被种下了符文。所幸凡人界没有受到太大波及，只有一些距离修真门派较近的村落，在仙夷族的进攻中被法术牵连。仙夷族除了带走那些拥有修仙资格的孩子外，并没有主动屠杀凡人。这一日，在楚国西部的一座传送阵内，亡灵走出。楚国的天空一片昏暗，此刻是白天，但阳光好似被天空的黑雾吸收了一般，丝毫没有半点落下，放眼看去与夜晚无异。尤其是那从仙夷之地深坑内拔地而起，直插云霄的巨大植物，在如此近距离的观察下，充满了一股浩渺之力，让人望之，心中不由得升起渺小之感。一个个仙夷族人时而在天空一闪而过，在他们的身后都跟着数个修士，这些修士身体上浮现符文印记，双目呆滞无光。除了这些，楚国的大地上更是多出了无数奇异的植物，这些植物诡异的蠕动，好似海藻一般飞快的生长。楚国与当年亡灵离开之时变化太大，此地传送阵的运转引起了仙夷族的注意。亡灵几乎刚一出现，天边便有一大片黑雾急速涌来，黑雾中露出7、8个数咒师的身影。他们看到亡灵后，二话不说，立刻运起体内符文之力，呼啸而来。亡灵神色如常，看都不看这些数咒师一眼，身子一动，一闪之下消失在了原地。出现时，他在了周如出生的村子。此地一片焦土，1人多高的海藻植物正在摇曳摆动，再无半点人烟存在。亡灵沉默了许久，轻叹一声，转身离开。云天宗，亡灵没有去，他不是圣人，若是把云天宗的符文之力解开，那么对他们来说，非但不是帮助，甚至很有可能引来仙夷族的杀戮。在楚国一路飞行，亡灵看到了众多仙夷族族人，但这些族人均都是4叶以下，极少有5叶存在。亡灵原本正要离开此地，去域外战场搜集游魂，但此刻他却内心一动。仙夷族目前巨大部分族人都集中在了朱雀大陆，此刻这仙夷族内恐怕是余留不多。上次进入仙夷之地，只是进入了第3层，这仙夷族数万年来，其内积蓄定然不少。眼下既然要离开这朱雀星，为了日后着想，倒是应该一探。亡灵目光闪动，沉吟少顷，身子一动，向着仙夷族深坑疾驰而去。他一路速度极快，转眼间便来到了仙夷族深坑之外。在这里，那棵直插云霄的庞大植物浩瀚的气息更重，这植物太大，完全把深坑盖住，根本就无法入内。亡灵站在这巨大植物的脚下，好似一个蚂蚁一般，毫不起眼。他看了看那巨大的植物，忽然神色一动，右手掐诀在身前一晃，顿时隐去身形。少顷，但见那巨大的植物之上闪烁幽芒，一个5叶数咒师从其内飘出，他整个人化作一团黑雾，向远处呼啸而去。他走后，亡灵现出身影，他目光一闪，右手向前点去，顿时一道灵光在其手指出现，急速冲向那庞大的植物。灵光在碰到植物的瞬间立刻崩溃，化作点点金芒消散四周。有趣！亡灵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他一拍储物袋，一个木雕出现在手中，他右手一拍之下，口中轻吐化，那木雕顿时一震，其上闪烁青芒，转眼间这青芒便化作人形，迅速凝实。几息之后，一个与亡灵一模一样的分身出现，这是因变修士才可掌握的神通之术，以物化身。那分身出现后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急速一冲，向着把整个深坑都覆盖的巨大植物跃去。亡灵目不转睛盯着分身，但见分身碰到那巨大植物的瞬间，植物的粗大枝干上立刻闪烁几个黑色的符号，符号一闪之下，立刻化作一条条黑色的丝线，以极快的速度疯狂地钻入分身体内。顿时分身一颤，双目立刻暗淡，重新化作木雕，摔落在地上。亡灵目光闪动，暗道这仙夷族难怪倾穴而出，原来是有这奇异植物守护，等闲之人轻易无法入内。亡灵沉默少许，右手一拍储物袋，手中立刻多出一杆金色魂幡。这魂幡并非10亿尊魂幡，而是以麒麟兽为主魂的那杆。亡灵口袋里的魂幡一共有3杆，其中一个是10亿尊魂幡，一个是以麒麟残魂为主的千魂幡，另外一个则较为普通，是当年他自己炼制而成，同样也是千魂幡。魂幡一抖，其上飘出一个结丹魂魄。亡灵心念一动下，此魂魄立刻飞向那庞大的植物。亡灵目光闪烁，盯着那魂魄，但见此魂好似没有阻碍一般，居然穿透了植物。至始至终，植物上没有任何符文闪烁。亡灵眼中金芒一闪，又取出几个魂魄，尝试之下，同样没有任何阻碍地进入到了植物内。有意思，隔绝灵力，隔绝木雕，但对于魂魄却是可以任意同行。这株植物有趣。亡灵手中魂幡一抖，此魂幡内的2000多个魂魄，连同那麒麟残魂，顿时呼啸而出。在亡灵心念一动间，这些魂魄立刻密密麻麻地向着亡灵凝聚而来，紧贴着他的身子，形成了一个魂魄组成的铠甲。尤其是那麒麟残魂，它贴在亡灵的脸上，形成了一个麒麟的图腾，散发阵阵金芒。
王林没有任何犹豫，身子一动，冲向那巨大的植物。这一次，他感觉到一股冰冷之意在身体上扫过，随后整个人穿透了那植物，进入到了其内部。在植物之内是一片晶莹的世界，原本在此地的深坑，此刻从其内散出一股股黑烟，不断的升高，被这植物吸收。四周一片安静，王林抬头看了看上方，在那里顺着四周植物的内壁，越是往上，金芒便越多，一直延伸到了植物的顶部，一眼看不到头，只能看见其上有很多好似洞穴一般的分支，显然这些分支便是这株巨大的植物的零散枝干。向下看去，则是王林熟悉的深坑，其内此刻漆黑一片，只能看见黑气不断地上涌。王林沉吟少许，身子一动，深坑一跃进入，呼啸的声音在耳边回荡。王林轻车熟路，很快便落在了第一层。他身子尚未落地，便一闪之下消失无影。因变初期的修为，使得王林的神识范围更大，瞬移的距离也更远。一个瞬移，便来到了第一层，进入第二层的入口。在他的神识横扫间，整个第一层只有数个数咒师，均都是3叶左右。王林没有停顿，直接进入了第二层。瞬移之下，没过多久，便来到了第3层，当年与炼气阁老者等人凝练轮回果之处。此地空无一物，只有地面上一个不大的深坑，那里便是当年轮回树生长的位置。看了看四周，王林身子再次消失，这一次他出现在了进入第4层的入口。在那里，王林刚一现身，便立刻神色微动，隐去身影。没过多久，只见远处飞来一张巨大的人脸，在进入第4层的入口处，那巨大的人脸砰的一下化作一个6叶数咒师。此人中年，身子大部分地方都画满了符文印记，在他的身后跟着10多个双目呆滞的修士。那6叶数咒师身子一跃，从入口跳下，他身后的那些修士也立刻跟随。王林目光闪动，悄然无息地跟在这些修士身后，进入到了第4层。第4层的世界比前3层多了一些光亮。只见那6叶数咒术来到此地后，立刻身子再次化作人脸，一卷之下，把那些修士全部笼罩在了黑雾内，向着远处飞去。王林也在此人的黑雾之下，以王林的修为，那6叶数咒师根本就没办察觉半点。那6叶数咒师速度极快，一炷香后便来到了这第4层的中心位置。那里有一棵1人多粗3丈多高的轮回树，只不过此树有些诡异，它没有枝叶，在其上方飘着一个椭圆形的光团，在光团内坐着一人，此人是个老者，双目紧闭，全身赤裸，胸口处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。他的身上几乎所有位置都布满了符文，在其额头上一株8叶植物缓缓地闪烁，同时在此人头顶还飘着一个散发出阵阵沧桑气息的符文。这符文极为复杂，一眼看去不免眼花缭乱。在树下站着10多个6叶数咒师，这些人彼此没有交谈，在他们的身后每个人都带着10多个修士。王林暗中跟随的那个6叶数咒师，他来到这里后立刻重新化作人形，落在了一旁。王林在对方幻化的瞬间隐去了身形。以他的修为，此地众人断然不可能发现，唯有那在轮回树上盘膝打坐的8叶数咒师才有发现王林的资格。王林一眼就看出那8叶数咒师身受重伤，极为虚弱。就在这时，轮回树4周的6叶数咒师一个个全部盘膝坐下，口中传出阵阵复杂难明的咒语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个符文在他们的身上涌动，最终脱离而出，飘在半空。此刻，这些数咒师身后的那些修士一个个双目茫然地走向轮回树，在轮回树下盘膝而坐。此地密密麻麻，约有数百个修士。这些修士王林早就看出，他们修为相同，均都是结丹期。此刻，这数百个修士刚一坐下，立刻那些6叶数咒师同时大喝一声，这声音响亮之中带着诡异。随着他们的一声大喝，那些飘在4周的符文立刻疯狂地向着轮回树冲去。转眼间，这些符文便融入轮回树内，消失不见。但立刻，那轮回树蓦然一震，一根根柔软的枝条从树干上飞快地生长出来，它们好似一条条长蛇，飞舞中向着4周扩散，立刻卷住一个个修士。几乎是眨眼间，轮回树下所有的修士都被这数之不尽的枝条捆绑，拽扯着升空。这一幕在王林看来极为诡异。3丈多高的轮回树上延伸出无数枝条，每一根枝条都捆绑着一个修士，随着枝条的摇曳蠕动，此刻这轮回树好似活了一般。他在疗伤。王林目光一闪，只见那轮回树上出现了数个符文，一闪之下，所有被枝条捆绑住的修士立刻身子巨震，全身血肉精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萎缩。与此同时，这些修士体内的灵力也如脱缰的野马，不受控制地冲出身体，顺着枝条融入轮回树内。血肉精华与灵力被轮回树吸收后，以一种奇异的方法转化成为了一股可以让那个8叶数咒师恢复伤势的奇异力量，迅猛地顺着轮回树钻入到那8叶数咒师体内。此人胸部的伤口慢慢的收拢，
其身上的气息也渐渐恢复。亡灵眼中寒芒闪动，身子蓦然一动，化作一道虚幻之影，在四周那些六叶树咒师根本就无法察觉的情况下，一闪之间出现在轮回树上那八叶树咒师的身旁。他的速度快若闪电，刚一现身，右手立刻抬起，向着那包裹八叶老者的光圈拍去。亡灵的右手闪烁一股乳白色的光芒，这正是仙力的表现。不出手则已，出手便毫不留情，一举杀敌。那光圈内的八叶老者此刻猛地睁开双眼，目中露出一丝惊骇。亡灵的手掌拍在了光圈之上，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隆声立刻传遍整个第4层，强大冲击力顿时掀起层层气浪。轮回树下的那些六叶树咒师立刻被生生吹出数百丈远，一个个喷出鲜血，体内符文之力不稳，短时间内无法恢复，稍有不慎便会死亡。因变修士，其中一个六叶树咒师在喷出一口鲜血后，疯狂的尖声惊道。此言一出，其他的六叶树咒师顿时身子一颤，二话不说起身就逃。若是在亡灵没有达到因变期之前，他无法一掌之下不用任何法宝发挥出这等惊人的威力。这一掌几乎与本尊3星古神的一拳相当，因为这一掌内蕴含了仙力。因变期修士之所以强大，之所以在任何一个修真星都可以享受尊荣，正是因为仙力的存在。八叶老者的光圈顿时崩溃，那老者身子一颤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头顶之上沧桑符文立刻一闪之下出现在他的身旁，阻拦住呼啸而来的仙力。一股浩渺之力从那符文之上传出，亡灵的一掌不由得略微一缓。这一缓之下，那八叶老者立刻大吼一声，身子顿时暴退，好似流星一般迅速逃遁。你跑不掉！亡灵目中寒芒闪动，手掌向下一按，拍在了轮回树上。狂猛的仙力疯狂的呼啸冲出，钻入轮回树内。但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从轮回树内传出，紧接着此树顿时轰的一下崩溃了，化作一片片碎木。那些从其树干上延伸而出的枝条立刻随之节节断裂，数百个修士的身体立刻从半空摔下。他们在落地的瞬间，双目顿时清明起来，迷茫之色一扫而空。离开这里！亡灵匆匆留下一句话，身子一动，快若闪电，冲出追击那逃遁的八叶老者。同时，他一拍储物袋，纹兽庞大的身子立刻出现在了半空中。他与亡灵多年，灵智已开，不用亡灵吩咐便知晓主人的意思。现身后，纹兽立刻厉笑一声，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，冲向其中一个逃遁的六叶树咒师。巨大的口气一刺之下，直接从这六叶树咒师的头部刺进，一吸之下，此人顿时惨叫，身子立刻迅速萎缩，最终化作皮包骨，彻底死亡。干掉一个，纹兽毫不犹豫，立刻把口中的那干尸一抛，冲向下一个。以他的速度，即便这些六叶树咒师跑得再快，也快不过他。那些四周劫后余生的结丹修士，其中有一人看到亡灵后，立刻认出了亡灵的身份，惊喜道：“史诗！”亡灵临走前回头看了那称呼自己为史诗之人，此人有些陌生，他也没细问，一闪之下向那逃走的八叶老者追去。这一切说来话长，但实际却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。亡灵身影如若奔雷，呼啸而出，他前方远处，那八叶老者面色苍白，咬牙逃遁。他本是五祖大人身边的八叶树咒师，即便是在仙夷族，也是身居长老之位，享有大权。这次仙夷族灵士死在他手中的修士数不胜数。在1个月前，他被朱雀国一个因变后期的修士所伤，险些死亡，最终被送回此地以轮回术疗伤。但他却没想到，居然在疗伤之际出现了一个因变修士。只要逃到第11层就有救了。三祖大人守护祖灵树时被朱雀子重伤，在那里疗伤。我若是能逃到那里，三祖大人定会出手救我。八叶老者一咬牙，向着进入第5层的入口疾驰而去。亡灵在其身后紧追不舍，他目光闪烁寒芒，右手一拍储物袋，顿时仙剑在手。拿着仙剑，亡灵深吸口气，体内仙力涌动，融入仙剑之内。受死！